后果是他们一次次用这种伎俩来扰乱师座的心境，甚至阻碍师座大计的进程。自打我决定卧薪尝胆那天起，就没打算清静过。我倒有个万全之策，也许能够打乱日本人的如意算盘。说，把文章做在柳芊芊身上。啊？对。日本人应该清楚柳芊芊对师座爱慕已久，何不以耽误了她的青春为由，来个假戏真做，宣布同柳芊芊结为夫妻呢？师座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有了夫妻名分后，另外的女人无法插足，日本人也将奈何不得。不行，芊芊不该做出这种牺牲。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如果柳芊芊对师座无意，那这话可以理解。可她对师座爱慕已久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两情相悦，何谈牺牲呢？师座，面对日本人，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光复大计，凶险而又漫长，容不得有半点疏漏。当以大局为重。师座若不便开口，我去做他的工作。不，我亲自跟他谈。师座，你找我？那个叫惠子的女人，昨晚住在你那里了。她的来意，你都清楚了。大哥打算怎么办？要娶她吗？芊芊，我不会让日本人得逞。我决定跟你结婚。我知道，大哥这么做对你很不公平。这么多年，你毕竟是……不行，大哥，已经晚了。
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柳芊芊了。你们好。你们好。你们好，柳小姐你好。哎，你说这日本人闹得个满城风雨，你姐夫，啊不，师座要是拒绝和这个日本女人结婚，那这日本女人该怎么办？是走还是留啊？你去问日本人去，要不让高桥赏给你做老婆。师座，柳小姐她不应该是这样啊。我也没想到，可能是我疏忽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变得忧郁寡欢的。的确，营中兵败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。她的事不要再提了，我就不信不娶这个日本女人，高桥还能吃了我。师座，下策。好了，我决定了。大哥，是我太任性了，我答应你。高桥顾问，李参谋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黄先生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请。高桥顾问，请吧。诸位，请入席。倒酒。诸位，这杯酒是我和刘小姐的喜酒，干杯！师座既然同柳小姐喜结连理，美人配英雄，可是这事儿办得有点唐突，也太寒酸了吧？黄先生所言极是，但萧某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柳小姐以青春年华伴萧某这残败之身已有数年，萧某在得势之时，竟未能给柳小姐一个应得的名分，想来深表惭愧。如今我已是败军之将，不知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。但愿亡羊补牢，仅能小范围的在诸位面前完成我和柳小姐的心愿。
形式可繁可简，但喜字永远是红的。今天这个日子，大家伙不必感慨伤情。众位弟兄，当敬师座一杯，为师座和柳小姐贺喜。祝师座和柳小姐白头偕老。多谢诸位，干杯！高桥顾问，我夫妻要敬你一杯。如果你还承认我们曾有过一段特别的渊源，请满饮此杯。刘小姐，美丽的中国女军人，我祝您和萧将军新婚欢愉，永远欢愉。大哥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天起，我就常常幻想，有一天能跟你走进结婚殿堂。这种想法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但是忽然有一天，我的梦破碎了。我没有想到对你的爱会变成今天这种结局。芊芊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哥，你不要再问了。为了能让大哥东山再起，早日实现复仇大计，无论让我牺牲什么，芊芊都无怨无悔，直至生命终结。真没想到啊，师座竟然用了这么个手段，把小日本给耍了。哎，听说你们军统的人连结婚都要上面同意才行，是吗？何止啊，结婚的对象要严格审查。我缴了萧逸的枪，剩下的另一半也是要征服他的意志。我要在他看中和爱护的女人身上留下谋灭
芊芊，你变了。云中兵败，我们大家不都变了吗？营中兵败，改变的是环境，可我感觉到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。告诉我，是不是我太冷酷了，让你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？我已经习惯了。今晚我们改变。老弟，你是个做机密工作的人，更不会是个笨人。不过有一点呢，你听明白了，柳芊芊和诗作的婚姻，你绝对不能透露给你的组织，她对我们大家都是个保护。如果你要是给柳芊芊添了任何麻烦，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饶不过你。老兄啊，你真是多虑了。自从颍中战败被俘，我不就一直跟着师座和你吗？哪里还有什么组织啊？你小子还在睁着眼睛对我说瞎话，信不信由你。我每天的行踪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。我想你也不是个笨人，不是什么都能够逃得过你这双眼睛的。明白就好。和萧将军新婚欢愉，永远。不可能！
萧将军，贵国有句古话：“春宵一刻值千金。”面对刘小姐这样的美人儿，将军的感受一定是刻骨铭心吧？慢，刘小姐，现在已经贵为将军夫人，而我又是将军的挚友，怎么连茶都不给我倒一杯呢？要茶没有，要血有一钱。高桥，在我印象里，你是个不苟言笑的军人，没想到还有这副嘴脸。说正事儿。萧将军，古贺司令官祝将军新婚快乐。得到本人的谢意。萧将军，鉴于目前柳芊芊小姐已经成为将军的夫人，所以她作为秘书，再处理将军的机要公文，就有诸多不便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将由惠子小姐处理您的一切机要公文。请将军阁下多多关照。随便。哎，你姐教你那几个字，你还能看出个博士来？走吧，我带你这老帽出去转转。曲城可不像影中啊，风光无限好。曲城会战那年，我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呢。你烦不烦？沈参谋，这么晚还出去啊？出去溜达溜达。把衣服换上。看见沈参谋往哪儿走了吗？往那边去了。啊！
这种地方你就不方便了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别让他发现你。放心吧。进。你现在才来？抱歉，出来很不容易。没有人跟踪吧？没有。坐。老弟，萧逸一天不出没，你我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。老陈，我有个情况，你能不能向单峰陈述一下？你说。我们杀萧逸，是不是有些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看得很清楚，萧逸并不是真心投降日本人，他只是想利用日本人让他带兵的机会，重新把队伍带到抗日战场上去。在抗日立场上，他同我们并没有多大分歧，而我考虑利用我现有的条件，等他建立起11师后，再使其投向国军的阵营。萧逸叛逆党国多年，他怎么可能把垃圾的队伍为你轻易得手？事在人为啊！到那个时候再除掉他也不迟。萧逸为党国叛逆不足惜，足惜的是一支军队对党国抗战大业的作用。老弟，你抱负不小，可惜你实在是太天真。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我们的纪律，不要问为什么，而是要想怎么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。是。这是毒药，这是无声手枪，这两样东西都是美国货，你把它收好，见机行事，我们也好多几手方案。好。萧逸深居简出，我们必须调虎离山，投其所好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你必须要提前掌握他的行动，及时通知我。怎么同你联络？你今天是怎么接到情报的？哦，那个扫院子的老头。这是接头暗号。妈的，刚找到他们在哪个房间，他们就接完头了，什么都没听见。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现在房间里只有沈晨一个人。他们这次接头一定是冲着师座来的。看来咱们只有内部加强防范，争取抓他的现行。内部好防，可师座要是外出的话，局面就不好控制了。那咱们再想办法。走。 3个团，每个团还不到500人，还不到1个营的编制。沈晨，你是负责招兵的参谋，给我解释一下。我们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了，有的时候招兵处来的人还真不少，
可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，没几个真正报名的。另外，还有不少人说风凉话。说什么？说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这汉奸兵就更不能当了，说不定哪天战死了，连埋都没地方埋。师座，我们总不能满大街去抓吧？师座，军需更成问题啊！就是现在3个团这么点人，军饷和装备也是严重不足。武器是发了，但是不配弹药，只是在实弹训练的时候才临时给那么一点儿。师座，沈参谋和鲍军需官所言属实。干什么呢？我要见你们萧将军。你是什么人？跟师座有约吗？我的事儿很重要，耽误了你可吃罪不起。你带我进去，见了面他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没有你这位姓张的朋友。将军，有没有我张某这个朋友的事情？有支部队急带着萧将军去统领之地。此话怎讲？抗战之初，萧将军威震大梁是不争的事实。现在那里有支几百人的队伍，武器配备齐全。特遣兄弟前来请萧将军出山。听着还不错。什么队伍？散会，参谋长留下。说吧。惠子，这里不需要你了，出去。嗨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看来将军还是有诚意的。这支部队，明面上是华北支援军的，暗地却是曲线救国的，已经脱离了日本人的控制。事情来得突然，萧将军考虑考虑也是应该的。张某明天等萧将军的回话，若不行，张某就独自回大梁了。告辞。师座，这事儿来得蹊跷。对方明知道你是受日本人控制的，却将一支脱离了日本人控制的部队往你手里送。我担心是什么人的圈套。你的担心我也想过，可如果真有其事，这支军队对我来说诱惑太大了。现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这么大的华北，散落了几支和日本人同床异梦的军队，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师座真的打算去大梁？现在的11师兵源紧缺，对我们不利。抗战到了这个份上，再让老百姓当伪军，谈何容易？时间长了，让日本人察觉出我们真正的意图，将更为不利。事情はよく分かった。すぐに真珠一団のところへ行く。
司令官閣下、高橋です。这件事儿，高桥会很快知道。我去大梁，他一定会跟着我去，让我离开曲场，他们放心不下。如果是什么人的圈套，高桥是把不错的保护伞。如果真有其事，我会灵机应变。师座真的要去大梁一趟，我看这事儿是空穴来风。那也要过去看看刮的是什么风。这么多日子了，招聘处还是门庭冷落，我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如果有一天皇军想起我们来了，调我的11师去前线，到那个时候，是你黄副参谋长负责任呢，还是我这个师长负？黄副参谋长，我还是同意萧将军的意见。华北兵源充足，是一个理想的征兵之地。我马上向司令部汇报这件事情，在乔装城副官陪萧将军走一趟大梁。好啊，既然高桥将军都同意了，参谋长，立刻安排行程。是。喂，报军需官吗？哎，老鲍，哟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去趟火车站。火车站？接老婆啊？哪儿啊？这兵荒马乱的，还是让他留在乡下安生。我呀，是给师座他们买火车票去。哦，哎，师座真要去大梁？当然了，你也跟着去啊？师座、高桥顾问，还有新娘子柳芊芊，我哪有那资格呀？走了啊！萧逸不该死，柳芊芊也是无辜的。可日后我如何向组织交代呢？
饭店在中州地面上也刊登一日。谢将军，房间都为各位开好了，各位一路上劳累，请先安心休息。什么时候能见到那支部队？容鄙人同他们联系，明天准行。鄙人先行告辞。告辞。看来这是个圈套，根本没什么部队。姓张的大老远把我们诓到大梁来，目的是什么？现在还吃不准，明天就清楚了。高桥肯定比我们还紧张。明天我们见机行事，有什么事儿先把高桥顶到前面。姓张的出饭店后，拐过2个路口，上了一辆轿车，属下没有跟住，请大佐阁下责罚。大佐阁下，我们是否与大梁的特高课取得联系？不行啊！若真有一支军队，我们在大梁的守备司令部必定出来干预，那我们来大梁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是。救他！在这里敢对高桥动手的一定是军头，我不准你帮他。让开！小将军，好枪法！赶快找人收尸吧。将军对这起袭击事件怎么看呢？当然是冲着我来的。什么人想暗算将军？还能有谁？总该不会是你们日本人吧？明白了。好，将军。你为什么要救他？高桥死于非命是天谴，是报应。我们刚好可以离开衢城，你居然还接受他的恩赐，让这把枪和我父亲同时蒙受耻辱。你懂什么？你以为我灰溜溜的离开衢城，就能洗清汉奸的罪名吗？你杀了军统的人，
不就更向重庆证明了你是汉奸吗？那有什么用？军统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难道忘了秦淮喜了？他们不一样，秦淮喜是要颠覆你的军队，可刚才那些人是在执行抗日的任务。我差点忘了，你曾经是军统的女人。那你就趁我哪天睡着了，杀了我，去完成你的抗日任务。大哥，我真没想到，原来你是这样看我的。高桥现在不能死，你只想着东山再起，你只想着报仇，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告诉你，高桥远比你想象中可怕，你一定会后悔你还救了他，因为他侵犯的不仅是你军人的荣誉，还有你男人的尊严。高桥对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周军员，我们安全了。我们太想健全一支军队了，所以失去了正常的判断。我已经买好了明天返回衢城的火车票。金钱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是我不好，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。你说的对，高桥死了，你的大计就会付之东流。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。妈的！为什么跟踪老子？请柬是我。能上马？你是特委？我在大门口已经守你好几天了，这儿说话不方便，跟我走。跟你去哪儿？如果萧将军还惦记着打鬼子的话，你就应该和我去见个人。走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高桥君说过，我是将军的秘书，将军走到哪里，惠子就跟到哪里。回去，我不想带着日本女人招摇过市。暗杀是冲萧毅的，来自于重庆。联系到前段时间衢城的民众向他扔鸡蛋的事件看，
萧绎除了同皇军合作，他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司令官分析得太精辟了。哎，高桥君，你的计划还在实施吗？是的，将军阁下。对于同我们合作的中国人，我们不可能100%的放弃，除非他为帝国的事业捐躯了。有道理。不过，也不要过于精神紧张，否则物极必反。这次大梁之行，萧绎想跑不是没有机会。他是个机敏过人的军人，他出手救了你，击毙了重庆军统的人，已实属十恶不赦的汉奸行为了。无论在什么人眼中，他都没有了后路。唯有同大日本皇军合作，他的后半生才能活着像个人。高桥君，你以为呢？将军阁下高见。收买一位将军，总要给他留点自由空间。中国一句古话非常有哲理：水至清则无鱼。只要他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与帝国利益冲突，我们就都能容忍他。怎么就惠子小姐一个人呢？沈参谋，哎，惠子小姐作为师座的秘书，师座出去办事儿你不跟着，这可是失职哦。哎，惠子小姐你可别这样，这儿就我们2个人，要是让别人看见，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沈参谋多心了，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好可怜。你们日本现在正在得势，惠子小姐何出此言呢？得势的是军人，是男人。我可怜我们女人在军人的眼里是一件商品，可以随意送人，在你们中国人眼里还是个敌人。惠子小姐不必如此伤感。毕竟，现在我们2国正在交战，造成了2个民族之间的仇视与冷漠。如果惠子小姐信任我，可以把我看作能够理解你的人，我觉得，像我们这种无关大局的小人物，还是可以沟通的。不用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萧将军，您请。请。萧将军，张先生，你怎么突然来曲城了？我可是专程来看老朋友的。另外，有几件要紧的事情，想和萧将军商谈一下。尽管说。根据你斗争的需要，我现在的身份是新四军颍南支队的政委兼司令员。太好了。张先生亲自抓枪杆子了。我们在战场上虽然可以抗战杀敌，但比起萧将军，
蛰伏敌营，忍辱负重，要比我们艰难得多。有先生这句话，再大的委屈我都能忍。只要贵党能相信我萧绎还是抗日的萧绎。哦，来，坐下说话，请坐。我们需要萧将军给我们物资上的帮助，请具体说。萧将军的身份是皇协军，是日本人需要利用的军队。根据我们了解，除了由日本人提供部分的军需，萧将军，你还可以公开筹措军饷和物资，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方便。我想同萧将军一起建立一条物资转运的秘密通道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尽力。当初若不是张先生教诲，焦某早已杀身成仁了。就算是贵党给我一个报答的机会，那我就替组织先谢过萧将军了。不过，萧将军不要亲自出面，一旦出现危机，你可以全身而退。张先生为我想得太周到了，应该的。萧将军是营中的抗日旗帜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抗日旗帜。我们在衢城也有一定的关系网，萧将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高桥现在对我没有完全信任，在我身边安插了一个参谋长，叫黄基熙。黄基熙，这个大汉奸。对，他对我的威胁比日本人还要大。军需物资离不开参谋长的权限，他是最大的障碍。我替你们解决。此人早就应该除掉。萧将军是在衢江茶楼下的车吗？是啊。然后去哪儿了？同冷山娃进了茶楼。你呢？没让我等，我开车就走了。你记着，今后只要是将军去过的地方，你都得记得。这是萧将军的命令还是您的命令？皇军的命令。如果你还想开着这辆车养家糊口，最好记着我说的话。师座要投奔共产党。对，我萧绎今生和共产党打过3次交道。第一次在陕北，那时候他们还叫红军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在颍中，红英和他的独立大队和我们并肩抗战了6年，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信念，让我十分钦佩。这次是我们投奔共产党最后的机会了。师座，你决定了，我立九鼎，誓死追随师座。但一定要隐秘，除了我们几个人知道以外，连对柳芊芊都暂时不要透露。是不是他在大梁的表现，让姐夫对他同军统的瓜葛不放心啊？不，我是顾及他的父亲会受到牵连。上马了，为新四军筹办物资的事要抓紧。还有，黄基熙的阳寿到头了，张先生答应我替我们除掉他，让我们全力配合，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是暗杀。放心吧，姐夫，我会让他死的不明不白。这次就全靠你了，哎，还要多依靠冷兄啊！这回要是事儿成了，惠子小姐，沈先生说过，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找你聊聊天儿。
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了。快请进。冷先生呢？出去了吗？好，他呀精力过剩，这小小的房间他可待不住。来，请坐。沈先生，惠子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如果您觉得唐突的话，就请先生多谅解了。惠子小姐不必拘束，有话尽管问。人在无聊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？再譬如说，您和冷先生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，无聊了又会聊些什么呢？这个嘛，两个大男人在一起，聊得最多的，当然还是女人。那有聊过我吗？当然了，第一次见到惠子小姐，我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谢谢。如果惠子小姐不介意的话，我想直白地说出我的一种感受。先生请讲。说句实话，我并不喜欢你们日本，但是我对你们日本的女人却很有好感，尤其是像惠子小姐这样温柔漂亮的女人。可是，在这个大院人的眼里，我这个日本女人是个特务吧？这个我不妄言，起码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眼里，权力是最大的。你看你，这个大院所有长官办公室的钥匙、文件柜的钥匙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。我需要的不是这些。你是不是特务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只是个碌碌无为的小参谋，行为上又是皇军的顺民，所以我希望，在我的眼里，你只是个女人，一个可以大大方方地和我谈论人情和个人好恶的女人。多谢沈先生的坦率，您也说出了惠子想说的话。惠子对您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说。既然我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，那么惠子想请您在没事儿的时候，常去我那里坐坐。我一个人住，聊天会比较方便些。好，一定。老兄啊，今年辛苦啊！哎，冷兄太客气了，有钱大家挣，互惠互利嘛。打开，你听，走。哟，还没睡？睡不着啊。什么味儿？你身上？什么味儿？我闻着怎么一股子药味儿？你怎么不说是女人身上的脂粉味儿？些许吧。大哥，赶紧洗把脸，我有话说。说，少卖关子。惠子秘书向我打听过你的行踪。你怎么回答的？大哥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吧？没忘，军统特工。那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好兄弟，谢谢你。大哥，当心啊！
箭在难逢。多好的机会！萧逸被我们调虎离山，带着柳芊芊一起去了大梁。你为什么不及时送出他们行程的情报，好让我们在途中多一套截杀的方案？这师叔卑职判断失误，这种解释能站得住脚吗？身为司令部的参谋，不离萧逸的左右，你的情报未必比一个扫地的老头还要闭塞。看来秦淮喜对你和柳芊芊的分析报告真的没有错。你对萧逸的态度，现在和柳芊芊也差不多。我必须警告你，不要成为组织下一个追杀的目标。我错了，我斗争立场不稳，请组织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党国正值用人之际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多谢。找我有事？进来说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上峰命令我暗杀萧将军。看来你还是跟他们联系上了。你为什么不去跟师座说，而要对我说？因为你也在被暗杀之列。你能如此坦白，看来你根本不想接这样的任务，对吗？对，我不能对萧将军下手。在我眼里，他是日本人的对头，而不是汉奸。如果我对他下手，我的良心将永远不得安宁。这也不是我投身到军统局、加入抗战的初衷。这是我的真心话，请你相信。但是，我又不能不执行上峰的命令。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啊！而且，他们还有另派杀手的可能。那天晚上，我利用军训官包守田的名义，给张正美的新四军打了一批药品。沈晨也察觉了，可他却暗示我惠子在追问我的行踪。从抗战的角度来讲，沈晨和我们是同心的。他是个血性的人，但对我的态度真假难辨，应该怀有其他目的。他还有什么目的？很难讲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和秦淮喜是同谋。现在不对我下手，是因为时机未到。他还想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他和我们有一个目的。为了一支军队，如果这时候除掉我，就会失去这种可能。他也在窥视军权，这点跟我们是不谋而合。你们想想，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策反一支部队，那是多大的功劳，多大的影响。可有一点和我们不同，他要把这支军队拉到重庆一方。以示效忠。可是姐夫，他单枪匹马又只是一个小小的参谋，这个计划对他也太庞大了吧？事在人为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他会有很多人可以利用，包括日本人。师座，我有一招。说。先将他绑在我们除掉黄吉西的战车上。
断了他在日本方面对我们的威胁。至于他同我们夺军权的事，静观他的变化。好记，梁山王，你找沈侦探。好。黄吉熙该杀。营中大好抗战形势的段颂，他十恶不赦。在曲城，也是他利用我们的生命做筹码，胁迫师座屈从于日本人。现在，他又协助高桥掌控着我们的一切行动，他才是真正该杀的。可你上峰要你杀的是我姐夫，你却帮着杀了黄吉熙，日后你怎么解释？杀了罪大恶极的真汉奸，我不辱使命。至于怎么应付我的上司，我自有主张。哎，你有办法弄到黄吉熙办公室的钥匙吗？不都在惠子手上吗？说的就是啊，可我们总不能明火执仗的朝他要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想让我在那个日本女人身上下功夫？也许那个日本女人也在你身上下功夫呢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可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女人不好沾啊。我想这点常识，你这个特工应该懂了。明知不可为，我偏要为之。我倒要看看，我这个军统出来的人，跟他日本特高科出来的人，谁的手段更高明？哎，你去哪儿？你不是要钥匙吗？沈先生，惠子小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没有想到啊，惠子小姐真是懂得生活啊。在这种条件下，竟然把房间布置得如此温馨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惠子小姐那天的话，那么我今天登门造访，就不应该算是唐突了吧？你想的真行啊！快去吧，等你钥匙。哎，他不会发现吗？军统对付女人的手段，足可以让他睡到天亮。
最近，据物资情报部门反映，11师的军需官鲍守田经常以部队的名义购置大批物资，其中大多数是药品。我想知道，在11师军需的账单上，这些物资和药品能反映出来吗？我可以核实，但是我敢断言，这些东西不在11师。有一个情况，冷山娃最近经常外出，大多数是和军官鲍守田一起。惠子小姐，这个情况很重要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过问了，我会委托特高课继续侦查的。哎呀，黄先生！哎呀！哎呀！黄先生！哎呀！黄先生！黄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黄先生！哎呀，我肚子疼。来，赶紧吃饭。哎，咱们该去医院。哎呀！哎呀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哟，柳小姐，冷副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看看黄副参谋长。我吃什么了？上吐下泻。很久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。黄副参谋长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安心养病。食物中毒是常有的事儿。你想想，如果真要是有人加害参谋长，为什么不直接毒死参谋长？这倒也是。哦，难为萧将军让你们专程来看我，代我谢谢他。黄副参谋长多保重，我们一定代为转达。那参谋长也好好养病。啊。艾小姐，你知道你今天要执行的什么任务吗？杀一个大汉奸。对，艾小姐，你可以通过夜间护理的时候，将这瓶药通过输液时注入他的静脉，这样就大功告成。只是事成之后，安小姐，请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会派专人送你到颍南，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。安护士，换药啊？是啊。啊，哎，里面请。
上起一方。我有千般爱，还洒在铁甲银血疆场上。我有千般情，侵蚀了咸水洪流，两茫茫。